成婚1年多，我才发现夫君竟是一个女人。初知晓这个秘密时，我震惊不已，但很快我就平静了下来。女人又怎样？踏进富贵窝，我就没打算出去的。8岁那年，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娶了续弦，但继母非常讨厌我，尤其是她生了儿子后，更是变本加厉，对我非打即骂。可父亲的心全都扑在了儿子身上，对这些事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我身形格外单薄，和弟弟站在一起显得格外突出。继母为了避免旁人说闲话，干脆把我禁锢在了后院，不许出门。对此，父亲一直选择默不作声。我18岁那年，舅舅突然找到父亲，说是外祖父早年给我说了一门娃娃亲，直到穿上嫁妆，披上红盖头，我都不敢相信这一切竟是真的。因为我的夫君长相俊美，经常很多小孩打趣他是个不长胡子的娘炮。每当这时，夫君便会怒斥他们，吾乃堂堂7尺男儿，如此小儿不过尔尔。小孩们被吓得当场嚎啕大哭。夫君以为没人看见，转身就要离开，却不想刚转身就看见我站在不远处，捂着嘴偷笑。他似乎被吓了一跳，尴尬地解释：小孩自己摔了一跤。我走过去，将手中的披风搭在他身上，也没拆穿他。外面天气冷，厨房备好了乌鸡汤，夫君可要尝尝。这1年多来，我和夫君相处和睦，唯一的遗憾是我们结婚1年多，至今没有圆房。他说是前2年在战乱的时候留下的病根，当初我也一直这么认为的，所以这1年来，我每日为他搜寻各种药膳，补补身子。如今想来，只觉得好笑。她一个女子壮什么阳？最开始发现，我也曾想过要不要告发她，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我一直安慰自己不要在意，但心里一直有一个疙瘩。夫人，药膳熬好了。侍女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，我呼出心中的浊气。到了吧？侍女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我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还是让侍女把药汤端去书房。看到来送食盒的侍女，夫君拿过食盒里的汤碗，3两口便喝完了。夫人呢？侍女斟酌了一下，还是告诉夫君，夫人似乎有点不舒适。沈墨犹豫了片刻，还是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我看着格外明媚的天气，若是以往，我肯定会一直缠着夫君，如今只想待在房间里发呆缓一缓。晚宴的时候，我实在没什么胃口。夫君时不时看向我，我自然是感觉到了他的视线，但就是装作没看见。父亲、母亲，依依身体不太舒适，孩儿先带她回屋了。回到房间后，沈墨想说点什么，但是半天张不开口。就在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僵持到天亮的时候，夫君开口说话了：今日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我愣了一下，说：只是没睡好罢了，身子有点乏，夫君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对话终结，空气又凝固了。你先休息，他话还没说完，我直接打断：夫君今夜还要读书百页吗？我本以为他依然会和往常一样去书房看一整夜的书，没想到这一次居然留了下来。时间过去了几天，我对夫君的态度依旧不冷不淡，也不主动为他熬制药膳了。又过了2天，他可能实在憋不住了。依依，前段时间厨房做的药膳不错，不知出自哪位厨娘之手。感情我这么久为他洗手做羹汤，他居然一直以为是厨娘在做。他还想说点什么，但却被我一眼瞪了回去。又过了2日，侍女神神秘秘地跟我说，夫君要带我去一个好地方。我表面上端得满不在乎，实际上内心却隐隐在期待。第2天，在侍女的指引下，我乘坐游船来到了城南的珊瑚。刚撩开帘子，一阵悠扬的琴声传来，目光投向那抚琴之人，居然是夫君本人。依依，生辰快乐！我愣在原地，不知作何反应。向来被遗忘的我，怎么会有人送上祝福？夫君缓缓走过来，将我拉到琴位前。喜欢吗？送给你。我的声音已经有点哽咽，看到我哭了，他有些慌乱。怎的哭了？可是不喜欢这个生辰礼物。他拭去我脸上的泪珠，动作温柔又疼惜。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，抽抽搭搭地说道：谢谢夫君，我很喜欢。他明显舒了一口气。可要试试音色。好。回到将军府已是傍晚，夫君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书房，而是对我说：对不起，依依。我心吓一跳。夫君说：我不知道，药膳一直以来都是你在做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的委屈终于得到宣泄，我不自觉地说了句：夫君，可以抱抱我吗？他明显愣了一下，没说话。我本以为他会拒绝离开，突然一双手适时将我搂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睡吧。他轻轻拍了拍我。那一晚，我枕着他的臂膀，看着他的容颜，心跳不自觉地加快。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感，轻轻用手指摸了摸他的嘴唇。女子又如何？只要他的身份一天没被揭穿，就永远都是我的夫君。只是我没看到，在我睡着之后，
夫君一直默默看了我很久。第二天，我就收到了夫君去外地出差的消息，他的东西都没来得及回来收，直接让小厮打包了给他送过去。这1个月里，我隔三差五的写一封信，但不知怎么的，他一直没有回信。直到皇太后大寿的前1夜，夫君才回到将军府。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不愿和我住在一个房间。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了皇太后70大寿这天。宴会开始前，夫君就和一个蓝衣公子聊得特别投机，二人有说有笑的。快开宴的时候，他才走过来。我询问夫君，刚才那人是张松儿时的玩伴。那人似有所感，微笑着朝这边望过来。夫君看到后也回了个微笑，但我能感觉到那人看我的眼神很不对劲。宴会进行到一半，我因喝了不少果酿，便让宫女带着寻找出宫的地方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却不见了宫女的身影。我只好循着来时的记忆往回走，却听见假山那边有衣服摩擦的声音，还有女子的呜咽声。视线越过一个拐角，里面的场景映入眼帘。只见一个高个子的宫女擒住另一个矮个子宫女的下颚，红霞布满面庞。小宫女发现我的到来，慌慌张张地跑开了，而那个大宫女丝毫没有因为刚才的事情感到羞耻，反而平静地为我指明回到宴会的路径。等等，你就不怕我把刚才的事说出去？大宫女笑笑不说话，似乎笃定我不会说出去。等我回到宴会上，却看见本该属于我的位置却坐了另外一个人。而夫君在看到我回来后，脸上的笑容像骤然间变得严肃，皱眉起来。我的心脏被揪起了一块，都有点呼吸不过来了。回去时，我和夫君坐同一辆马车，但依旧是相顾无言。看着他往书房去的身影，我内心酸涩难忍。明明在他出宫差之前，我们都好好的。我想起今日宴会和夫君在一起的那个男人，这下什么都说得通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平复心中的翻涌。就这样吧，相敬如宾过一辈子也挺好的。一晃小半月过去，天气开始冷了起来。我跟着婆母去金国寺上香祈福，可能是因为心中有愧，婆母待我比亲生女儿还要好，好得让其他世家女心生嫉妒，说我善妒，成婚1、2年一个蛋都没下，还不给夫君纳妾，还说我骄纵跋扈，气得夫君分房而睡，早晚被休掉。我把这些流言拿到婆母面前一阵哭诉，婆母直接把她的宝贝紫金镯子拿了出来，还专门带我到寺庙来透透气，却在金国寺遇到了有过一面之缘的大宫女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为什么在这里不重要，不如问问你的夫君和他的青梅竹马怎么会在这里。我顺着他示意的方向，竟看到了夫君和一个青衣公子站在远处的亭子里，二人靠得很近。那青衣公子还将自己身上的披风披到了夫君身上。我转过身，不想再看这刺眼的一幕，大宫女却冷笑说：“不愧是青梅竹马。”我非常生气地指责她：“不要乱说什么青梅竹马，夫君和他都是男子。”怎料大宫女却说：“宫中常有女子对食，而达官贵族自有男风之好。”她的话戳中了我的痛处，我不再理会，快步离开这里。回去的路上，方才青衣男子为夫君披衣服的场景，在我脑海中放了一遍又一遍，心中苦涩异常。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男风女风的？而且夫君她本来就是女子，男女之爱天经地义，我又算得上什么呢？我越想越多，以至于走岔了路，朝着深山中走去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已不知道身在何方。我试着找到回去的路，但周围的环境越来越陌生，天渐渐黑了下来。我彻底慌了，眼泪再也忍不住从眼角滑落。天彻底黑了，寒风刺骨，远处还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声。当我再次睁开眼，是熟悉的环境，但意识还有点模糊。哎，世子，夫人醒了。一张熟悉的面庞出现在视线中。依依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可是有哪里不舒服的？夫君，我心中的委屈、害怕、恐惧一瞬间爆发了。我扑进他的怀里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他将我抱在怀里，轻声安慰着，双手环着我很用力，让我产生了我很重要的感觉。我靠在他的怀中，听见擂鼓般的咚咚声，这是我的夫君，只能是我的。再次醒来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夫君手里端着汤药，言语温柔且贴心。乖，把药喝了。我乖乖地接过碗，憋了口气，喝了下去。苦涩的味道瞬间席卷口腔，紧接着一颗蜜饯递到嘴边来，我不假思索地一口吞下，不小心碰到了夫君的手指。夫君脸色有轻微的变化，我以为他又要去书房，情急之下抓住了他的衣角，想让他留下。夫君迟疑了片刻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等再次醒来，身旁果然空无一人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。我随即披了一件薄薄的外套，来到书房，毫不犹豫地钻进了他的被窝。只是刚掀开被子，夫君就睁开了眼睛。他一把擒住我，用力按在了床上，手上用了很劲，疼得我泪花滚落。对不起，依依，
我真的不知道是你。夫君赶紧向我道歉，又从抽屉里拿出一盒药膏给我上药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太冷了，睡不着就过来了。而且你说过不来书房的。在书房看书忘了时辰，就干脆在这边歇息了，是我的不对。骗子！我小声哼了一句，夫君也觉得心虚。夫君，时辰不早了。他不吭声。我怕冷，这次你要抱着我睡。就这样，我如愿以偿地睡进了他的怀里。夫君身体是僵硬的，似乎努力保持某个部位不碰着我。我知道他肯定没睡，看着他俊美的面庞，情不自禁在他脸上落下一吻。自那日之后，我们便睡在了一起。他从一开始的浑身僵硬，到逐渐适应，再到后来睡着后，下意识地将我拢进怀里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便会趁着他睡着，偷偷将唇印在他脸上，温水煮青蛙。不过如此，我就是要这样，让他的心一点一点装满我的存在。本以为我们会这样一直下去，直到无意中听到了一段对话。张松也是好孩子，配咱们木儿不错，从小知根知底，生下孩儿便记在依依名下，刚好明了身份。木儿那边，木儿他会体谅我们的。我失魂落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原来张松一早便知道夫君的身份，伯母一家也有意让张松与夫君延续陆家的香火。这个计划真是天衣无缝啊！夫君他知道这件事吗？在我愣神之际，屋外传来夫君的声音。我整理好思绪，起身迎了上去。夫君，屋外这么大的风雪，怎的也不打把伞？我一边嗔怪，一边替他弹去身上的积雪，随后拉着他的手来到暖炉旁边。夫君却开心地告诉我，张松约我过2日去金云山狩猎。我手上的动作一顿，这几日风雪这么大，而且夫君你的身体，妾身实在担心。没事的，为父想替你猎一身貂皮保暖。我有些感动，双手情不自禁地环住他的腰。有夫君陪着我就不冷了，山上太危险了，妾身不需要貂皮。若是夫君担心妾身怕冷，不如陪妾去月亮泉如何？夫君娇躯一颤，答应了我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来到京都附近著名的温泉圣地月亮泉。夫君大手一挥，包下了一个小院子。第一次来泡温泉，我有些兴奋，迫不及待地换了一身浴服。双脚接触到温泉的一刹那，舒服的灵魂都要飘升。我挥了挥手，示意夫君过来。他羞涩地紧抓领口，手脚僵硬地挪了过来，然后坐到了我旁边。我坏心思微动，脚下一滑，身子便要往水池里栽去。夫君虽及时抓住了我，却因地面湿滑，和我一同入了水。我趴在他怀里，惊魂未定。依依，还好吗？夫君担忧地问道。湿透了的衣服紧贴着肌肤，夫君扭捏着身子，似乎想要保持点距离。我岂会让他如意？手臂一用力，身子贴得越发近。如此，夫君只能抱着我。上了岸之后，我和夫君都换了一身干净衣服。侍女懂事地端来点心和一壶热酒。夫君端起酒杯闻了闻，这是何物？侍女低着头，是酒店送的葡萄酒。夫君有些不信，想要追问，我心下一紧，赶紧支开侍女。夫君，葡萄酒是什么酒？我想尝尝。一杯酒入肚，我直呼好喝。夫君也有些好奇，我赶紧给他倒了一杯尝尝。几杯酒下肚，药效发作，他跌跌撞撞地扶着我去了一旁的休息室。我眼神迷离，勾着他的脖子就要吻下去，却被夫君狠狠推到墙上。肩膀上的疼痛远远不及内心的酸楚。如今这副场景，我哪还能不明白夫君的心思？眼泪顺着脸颊无声滑落。这时，一双手捧着我的脸，拭去我脸上的泪痕。他长叹一口气，怎么老是招惹我？这句话触动了我的神经，心中突然涌出一股怒火。我狠狠咬了他一口，下一秒天旋地转，我被死死摁在了床上，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吻。我醉得厉害，窗幔一直在晃动，我想抓着让他不要动，却不曾想晃得更厉害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我被脸上的痒意弄醒了，睁开眼就看见夫君放大的脸，他正在抓起一小撮我的秀发，在我鼻尖逗弄。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喷嚏。醒了。他声音温柔的像是进了蜜。夫君，你捉弄我。我嗔怪他，他不说话，只是一直看着我，眼睛中似有星辰。我一时间看呆了，昨晚羞人的画面止不住在脑海中回现，羞得我直接钻进了被子里。依依，昨天你介意吗？他扣住我的腰，将我拢进他的怀里，我心里一阵酥麻。我本就是夫妻，昨天那般我自是愿意的。他语气有些激动，又将我抱紧了一些。我也回抱住他的腰，无声温存了好一会，我才缓缓从他怀里抬起头，问道：夫君，你说我肚子里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灵儿？这句话说完，我明显感觉到夫君整个人都僵掉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强忍住内心的笑意，就是我们的孩子，如今我们已经圆房，明年定能生下一个白胖的小子。我故作羞怯，
夫君僵硬地抬起手，掀开被子朝自己的胸膛看了一眼，有些绝望地放下。我装作没看见他的异常，继续说着：夫君，你说孩子以后叫什么名字好呢？看着他呆滞的表情，我心里好笑的同时又莫名的畅快。活该，叫你骗我。后面几天，夫君脸上的愁绪一直散不开。每当他鼓起勇气要说些什么的时候，我就会故意扯开话题。夜晚，我早早钻进了被窝，想给夫君一个惊喜。夫君洗漱完回来，像往常一样掀开被子躺下，手却在触碰到滑腻肌肤之时猛然弹开。他眼神慌乱，后面的话没能说出来，就被我尽数堵在喉咙。夫君虽没有推开，但也没有配合，我不得章法贴了一会儿便推开了。下一秒，我豆大的泪珠滚落，见我落泪，他果然慌了，急忙问道：怎么哭了？可是受什么委屈了？我泪流不止，睨了他一眼，就是不说话。他彻底慌乱了，将我搂在怀里，时而用额头蹭蹭，时而脸颊相抵，企图用这种方式安慰我。最后，他语气近乎哀求：别哭了，依依，我的心快碎了。我的心跳狠狠漏了一拍，随后仰着头哽咽道：亲亲。这一次夫君并没有拒绝，深深地吻印在我的手心上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我趴在他怀里，两颗心紧紧相贴，连律动的频率都是一样的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和夫君的关系越来越近，他开始慢慢接受并喜欢那种亲密行为。每入夜，我们都会流连忘返。本以为没人能发现我们之间的秘密，婆婆却命人将我叫过去问话。她脸色阴沉，不复当初和蔼可亲的模样。第二天醒来，我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个寺庙的小黑屋里，这一关便是3天，每日都有饭菜送进来，送什么我便吃什么。等夫君来了，可不能让他看出我瘦了。第3天，房间门被打开，我心下一喜，快步跑到门口。不想开门的是一个不太陌生的陌生人。张松也不跟我废话，姑娘好手段，将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此刻的我并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你明知她的身份，却以女子之身行勾引之事，可真令张某佩服。我轻斥出声，夫君拿你当兄弟，而你却对他怀着龌龊的心思。你懂什么？我和他是从小的情谊，男欢女爱，天经地义。这都是为了将军府的血脉着想。哼，是吗？也包括你们密谋让他怀上孩子一事。我直接揭穿他的真面目，虚伪的阴险小人。是我就是虚伪，为了得到他，我可以不惜任何手段。你说如果他的身份曝光会怎么样？是会被满门抄斩，还是会被皇帝老人纳入后宫？你敢？听到这样的威胁，我非常生气。敢不敢，全在于姑娘你配不配合了。此时的我纵有千般不愿，但为了夫君安全，只能选择妥协。第二天，我搬进了专门供香客居住的院落，结果当天夫君就追了过来。依依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他的声音很温柔。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心疼地抚上他的脸颊。不爱不小心磕到床沿上了。但我明白，夫君的伤是被什么东西抽打后的痕迹。依依，我们先回家去吧。他将我的手攥在手心，一边揉搓，一边轻轻哈气。什么？也许我们真的不该在一起。我第一次直呼他的全名，他愣愣地抬起头，原本苍白的脸瞬间褪去最后的血色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那一天，夫君哭得很伤心，我强忍住心痛，背过身去，一步一步朝着房间走去，关上房门，彻底隔绝了他的视线。我无力地蹲下身，泪流满面。一晃2个月过去，我一心虔诚诵经念佛，再也没有听到过夫君的任何消息。直到大宫女突然找到我，你在这里倒是舒坦，你家夫君可就惨了。我立马起身就要回去，大宫女却告诉我，你夫君已经被老皇帝派到了北边打蛮子去了。我拼了命地往城外方向追去，最后也只看到了骑马走在最前面的熟悉背影。一晃数月过去，夫君每月都会给我寄书信，唯独这个月迟迟不见送信人，我内心实在有些不安。回到了大半年未踏足的永昌侯府，而婆婆一脸沧桑地坐在座位上。回来了。她似乎变了，好像不再排斥我和夫君的关系。得知夫君已经很久没有给家里寄过信后，我马不停蹄找到大宫女，得知我竟然一个人想要去北边找夫君时，她直呼疯子。见我迟迟不肯起来，她无奈道：你放心，那家伙命大，肯定会没事的。我依旧默不作声。嫂子，算我求你了，你先起来吧。要是被他知道你给我下跪，那可是要被扒掉一层皮的。这人和夫君的关系果然不一般。之后，大宫女向我保证，夫君绝对不会有事的。可我心里还是很担心。回到寺庙，每日为夫君念经祈福，希望他能平安归来。就当我准备收拾东西北上的时候，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，只有一句话，却让我一直悬着的心落了地。夜里我睡得很浅，总感觉有人进了我的房间。依依，是我。我多日的担惊受怕和委屈，一股脑全化作泪水迸发出来了。啊！你混蛋！
混蛋！我扑进他怀里，死命捶打，他忍我打骂，哪怕伤口复发也不还手。我又气又心疼，泪水哗啦啦的流。夫君却紧紧抱住我说：“伤口疼，需要依依亲亲才能好。”我一脸娇羞，还是随了他的愿。次日清晨，夫君又在把玩我的秀发，我们都没说话，享受着这久别的温存。良久，他才开口：“依依，信中你说愿意和我共白首，可是真的？”我恼羞成怒：“假的，和你那个张大哥摆手去吧。”张松那个卖国小贼已葬身狼口，依依不用放在心上。之后，夫君再次询问：“依依可愿与我共白首？”我询问他：“婆婆和公公那里该怎么交代呢？”大不了再被他们揍一顿就行。我一脸娇羞：“那将军府的子嗣怎么办？”让他们自己生去吧。以后无论风雨，我都会守在你身边，永远。我也是。